小春你好，主持人好。今天呢，请教的问题有很多。第一个问题请教的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最新关于这个 CBS 的60分钟专访当中谈的很多，其中呢，市场是不是可以从他最新的访谈当中获得今年美联储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息，降息的情况又是如何的信息呢？对，他今天讲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啊，就是首先呢，就是降息的话呢，没有市场预期的3月份，就开始那么乐观。他最担心的呢，其实还是通胀可能会再次起来啊，因为这个目前的话呢，劳动力市场还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最近，更新了前一段时间的一些就业的数据，那么显然的话呢，这个数据好到就是市场上想象不到的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美联储就特别担心呢，就是通胀会再次抬头。那么它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这个通胀往这个2非常稳健的往下走。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才会启动降息，所以很有可能呢，还是要等到5月份甚至6月份。5月份跟6月份可能就是这个比较适合的启动降息的时间。那么在过程当中呢，鲍威尔有强调说呢，从长期来看呢，美国联邦政府正在走一条不可持续的财政道路。那么他的话呢，他就说这意味着债务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而美国国债的发行量跟美国国债价格啊、收益率会不会受到这些话的影响呢？夏春，请说。对，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去年呢，美国经济之所以特别好呢，是因为从3季度开始呢，美国就开始有一个财政的扩张的计划啊，这个债务上限通过以后呢，就是加大这个财政开支，加大呢对制造业的这种支持力度。那么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向好，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市场呢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个财政不可持续啊，就是扩张的太快。所以实际上呢，从去年7月份开始呢，市场实际上是跌的，连跌了3个月。而现在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今天有个大选嘛，拜登的话呢，可能还会要延续他这样的财政扩张的道路，而特朗普呢，假如他上来的话呢，他不但要进行财政扩张呢，他还要进行减税啊，他要把企业税从21降到15。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使得这个财政的扩张呢，就是上升的可能会更快。那这样的话呢，也就让这个大家呢就担心的这个债务啊，就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那么随着债务的这个利息率不断的上升，价格下跌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反过来呢影响到股票市场，因为利率上升的话呢，对股市呢不是一个好消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鲍威尔呢实际上是也想呢就是暂时呢把这个信号放出去啊，使得这2个候选人呢也要去考虑他们的这个财政方面的计划，不要搞到最后呢股票也下跌，债券也下跌。在鲍威尔的讲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降息的不会是很快的一件事情，可能幅度呢也不会像市场所预测的那样。所以市场认为，如果美国利率仍然高企在20多年来的高位的话，那么美股的沽售压力正在增加。甚至《华尔街日报》谈到了美国股市会不会出现像日本股市那样失去的10年？如何看待有这样的忧虑在增加的情况呢？就是去年底呢，市场呢非常乐观啊，认为今年美国呢会降5次、6次、7次啊。那现在呢，鲍威尔最新讲话呢，实际上是大概就是降3次的样子啊。特别是，他说的3次呢，当然他是说3月份他们会有一个内部的议息，会把这个信息呢去重新公开。基于到目前来看的话呢，是只降3次。那我认为呢，其实会调整的啊。我认为呢，就是从5、6月份开始降息呢，今年全年应该会降4到5次啊，我是这么看的。那么如果呢比市场假如更紧的话呢，那么确实会有一个估压啊，因为最近这3个月时间呢，美股呢确实涨得非常大，但是我也不同意啊，说美国股市会重复日本那样的失去的10年。其实呢，现在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讲法啊，是说美国呢会迎来一个咆哮的20年，就是1920年到1929年这个时间呢是美国10年啊，各种科技进步，各种制度上的进步啊，这样是迎来了10年的这个股市大反弹，而且是出现在一战刚刚结束以后。现在呢，因为是疫情结束以后，实际上美国这一次的大反弹呢，除了技术进步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那这种道理呢，就看到我们说7巨头啊，科技的7巨头呢，就是不断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排除他们以后呢，剩下的那些股票，无论是
这个等权重的这个表现，还是说一些小盘股，实际上他们基本上呢是处在一个没怎么涨的情况，也就是说并没有那么大的泡沫。七巨头的话呢，盈利非常好，所以呢现在是两种观点啊在交锋，一种观点就是说可能会失去10年，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大啊，因为市场有时候喜欢悲观的论调。另外一种观点呢，可能也过度乐观一点啊，说咆哮了20年，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持续不了那么长啊，不一定会有什么，接下来10年或者7年，我觉得可能1-2年啊，相对繁荣的一个股市表现呢，应该还是可以维持的。但是特别担心的就是特朗普上来以后呢，一些激进的政策，特别是关税政策，可能会把这个牛市呢给打下来。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在美国今年一定会降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国 A 股的表现还有港股的表现，是不是会利好 A 股跟港股的表现呢？应该说对港股的这个利好呢是要更大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嘛，所以香港现在的股市呢，它受到这个利率高的、港元强的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但是 A 股的话呢，因为其实本身它的这个降息已经降了不少了，当然还有降息的空间啊，所以我觉得港股呢可以多期待美国的降息，但是 A 股的话呢，必须要依靠我们央行呢主动降息，以及呢我们的财政呢要去发力。谢谢夏春。